Chip 真的太扯了。大家学上说中国很强，其实脑子翻译是中国很有钱。照这样的话，卡达不是更强了吗？这么小国家这么有钱，日本也很有钱。有人觉得日本很强吗？俄罗斯很穷，但俄罗斯强不强？中国的强是在各个维度上面发展上来的。到底是什么死官？说作为后进国家，直接抄别人的作业，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管理。那请问歼20怎么造出来的？歼35怎么造出来的？能够抄到最先进，别人是白痴，随便让你抄，我抄比较快。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Chip 最近出了一支，中国这么集权，怎么还这么强？中国一个不能投票，没有言论自由，不能看 YouTube 的国家，主席会一直连任。总理说这种国家应该穷，应该烂。中国的 GDP 全世界第2，外汇存底达3兆美元以上，全球30%的产品是 Made in China。无人机、电动车的市占率世界第1，基建是宇宙级的霸主，高铁4万公里，摩天大楼一栋栋盖。为什么中国这种集权体制还可以这么强呢？这个命题一开始就错了。我们来问 ChatGPT， 中国是不是集权？极致的极叫 Tarianism， 集权主义是 Authoritarianism， 这两个有差别，一个是全部 total， 那一个是 authority 主要的集权，控制社会的全部领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宗教、私人生活，集权主义主要控制政治领域，其他领域可以有一定的空间。所以集权经典例子，纳粹德国、史达林时期的苏联、毛泽东时期的中国跟北韩。我知道有些大陆朋友可能不见得同意，那我无异于争论这件事，因为会陷入很长的一个争论。再来，集权的经典例子，蒋中正时期的台湾，戒严时期，弗朗哥时期的西班牙，今日新加坡某些面向，当今中国的体制被定义为后集权主义，那这本身就是鬼扯淡。毛泽东时代是不代表毛泽东时代之后全部都叫后集权主义啊。但中国大陆目前的体制是不是相对的集权？绝对是。因为强调党领导一切，但是党的领导一切主要在政治领域，其他领域基本上是朝放松管制的方向在前进的，所以这叫做自有具中国社会的特色，因为它最重要是稳定政权。那稳定政权的逻辑是希望社会稳定，服务老百姓，所以今天老共的制度跟新加坡更加的接近，所以它本身开题就错。把问题简化带偏，这是 Chip 的专长。大家学上说中国很强，其实脑子翻译是中国很有钱。照这样的话，卡达不是更强了吗？这么小国家这么有钱，中国如果只有有钱的话会很强吗？日本也很有钱，有人觉得日本很强吗？俄罗斯很穷，但俄罗斯强不强？中国的强是在各个维度上面发展上来的，因为航空母舰、高铁、摩天大楼、无人机、电动车、5G、AI 等，这些都要靠钱支撑。等一下，什么叫这些都要靠钱支撑？你要看 CP 值、科技力对应的价值啊，不是有钱就有这些。中东国家、王爷国有钱到爆炸，他没有发展出来吗？有可能就变成北韩那一种口号宇宙第一，但实力笑死人。那为什么川普要去跟金正恩见面呢？北韩虽然他的常规军力可能不强，但他确实有核弹，甚至可能有氢弹，还有投射能力，实力笑死人。主要是北韩没有钱，但北韩没有钱的根本原因是被制裁，还有地缘政治的困境。但其实在毛泽东时代，1949到1976年，中国也是大号北韩。天，太夸张了吧？什么叫大号北韩？先定义北韩是什么？金日成时期跟金正恩时期的北韩是一样的吗？我的天！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导弹，1967年氢弹，1970年发射卫星出去，甚至成为可以投射导弹、氢弹的国家，这叫两弹一星。两弹一星还是大号北韩吗？那今天的北韩跟过去的北韩是一样的吗？这我吐不完草，天哪，晕倒！因为毛泽东对资本主义恨之入骨，毛泽东没有对资本主义恨之入骨，这搞错了啦！对资本主义极具排斥的是史达林，毛泽东是灵活调用，因为他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嘛。他不能容忍社会差距，也不能容忍个人梦想。我晕倒了，没有一句话是对的。毛泽东确实对于中国社会的管制是比较严厉的，这不代表在毛泽东时期不能拥有自己的思考逻辑。还有是人人一样穷，毛泽东哪里要人人一样穷？是什么东西啊？毛泽东确实反对大的资本主义，但是如果当有必要的时候，他是可以容许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因为那是要发展的需求。于是他玩的是计划经济，喜欢搞群众运动，哪个省要种多少米，哪个工厂要生产多少吨钢，人民穿什么布料，吃多少粮食。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新民主主义。计划经济没有规定你要穿什么布料，吃多少粮食，好不好？他虽然实施的是配给制度，但是人跟人之间的差异确实是容许存在的。这一套理论上精密规划系统，实际操作起来却灾难不断。因为毛主席不是 AI， 更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毛泽东从来没有说他是上帝，不是我要洗白毛泽东。主要当时的中国面临困境，尤其在1971年之前，又遇到中苏交恶，美国封锁台湾海峡，还有一个台湾在跟他对敌。当时的国际环境，它确实是以发展安全体系为主。1957年，毛主席去了趟苏联，苏联说要15年超越美国，他收司机。1958年，为了超越南美，他发起了大跃进，人民被要求在自家会员炼钢。他讲的说法，毛泽东像个反智仔一样，这是为了他自己个人爽。1957年，
毛泽东利用这个窗口跟苏联要了很多很多的援助，那些援助也成为后来整个中国包括军事工业跟重工业的发展的一个基础。包括造田，农村的工艺被抽走，没有人种田，核电出来当办公室废铁，还得报假数据，上报成果，结果粮食产量大减，地方政府怕被骂不敢说真话，中央以为大丰收，就继续收粮税，最后直接饿死3000万人。Chip， 你不是台派的吗？你怎么都用以前老蒋跟美国黑中国的资料来讲？这个是台湾经典针对大饥荒的一个说法啦，但这是个大错特错。中国人力最多，好吗？有人会蠢到除了炼钢之外，地就放着不种吗？有这么智障吗？要黑大跃进也黑对点吧。大跃进的关键不是少种，是种过头，是乱种，把地给种坏，导致减产。害怕减产被检讨，所以有一些宵小他们就不照实报，他们反而福报。大跃进的经典案例嘛，肥猪赛大象，就是鼻子短，全社杀一口，足够吃半年。就是会有这种浮夸风。这个指标定下来之后，上面就要求按照这个指标去征收粮产，才导致了很多的农村出现了粮食破产的问题。这是毛泽东的第二次自残，16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全国上上下下打得一片血雨腥风，导致工厂停工、农业停耕、教育停学、科学停摆。这也是一个错误的，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停耕，工厂停产。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1970年两弹一星基本完成。如果全面停工的话，请问两弹一星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再来，如果全面停产的，中国的工业产值为什么会1960年是86亿人民币，到了1980年代涨到205亿人民币，而且工业占比还上升了，总 GDP 也上升了。天哪，我真的是晕倒呢。更惨的是，当时中国跟美国、苏联、欧洲都闹翻了，一个人躲在角落搞自闭。我的天哪！1971年2758号决议文，美国找了中国联中制书。1972年尼克森访华，1972年中日联合宣言，连钟皎荣跟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时代中国甚至比北韩还穷，然后后来中国怎么变有钱了？一切奇迹的开始来自于毛泽东死了，邓小平登场。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接着解散人民公社，允许农民上缴粮食后，剩下可以自己卖，让老百姓第一次觉得努力种田就可以多赚钱。这又是个错误的说法，因为邓小平的经济策略付出巨大代价的就是农民。最后开放外资，设立经济特区，于是外资疯狂进来，开始把中国变成全球工厂，中国瞬间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梦中情人。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正式开始赚爆全世界的钱，并没有赚爆全世界的钱。中国是用巨大的牺牲，用非常低廉的人工，还有每年被海外的资本接收了大量的利润。Chip 真的对历史是一窍不通。中国之所以可以爬起来，得赖于几个原因。第一个，一个极其稳定的政府；第二，中国体量太大，超10亿的人口，每个人都赚1毛钱，凑起来也是很可怕的数字。政府有计划的去辅导企业，透过这样的方式，慢慢的去积累，才慢慢的在产业上有所赶超。再加上建国初期30年在工业的积累的底气，还有核弹2弹1星，人家不敢欺负你，没有这么的容易。中国提供税收优惠以及便宜劳工稳定的环境，这些人不会抗议，喜欢加班，喜欢钱是真的啦，不会抗议是假的。你要不要看那几年中国的劳工维权运动有多少？不要开玩笑好不好？真的太扯了。都作为后进国家，直接抄别人的作业，引进先进国家技术和管理。那请问歼20怎么造出来的？歼35怎么造出来的？这到底是什么史观？能够抄到最先进，别人是白痴，随便让你抄。我比较快。更扯的是，中国还用集权体制管秩序，提供了效率与稳定，助燃了经济成长。你要不要看江湖时代有多少人贪污腐败落马？效率上因为没人吵，所以动得快。领导人早上想盖一座桥，中午开个会，下午就动工。不，这太扯了，这东西是需要经过层层审逼，最后定案的。盖歪了，盖的不对了，要被检讨的啊。因为资源集中调配，你想盖高铁，就6波个几百万都没通过去。不是拿锄头，他们就拿铁锤，技术工人不用练，是不是？这到底是怎么拿的观念？什么安抚在地居民、公费协商、环境评估，走个过场就好。屁嘞！他一定没看过中国的钉子户，那中国的钉子户比台湾还猛。当然，地也有地征收，不是大陆不用征地。因为大陆的土地是属于国家的，他没有征地这种说法。你不同意禁言，最好是你不同意就禁言的。只有批评到国家领导人才会被禁言封号。如果你是针对市政的话，你是有讨论空间的好吗？我不给你选举权，不让你骂政府，不准你看 YouTube， 还要监控你。所以现在看 YouTube 的大陆朋友是哪来的？空气中啪出来的，还是潜伏在台湾的第5纵队？从过去的百年屈辱，到现在的民族复兴，让中国人的自豪感爆棚。中国模式本质就是一台混合引擎，用资本主义吸外资，搞竞争赚外汇，再用集权体制集中资源压制杂音，快速执行，两者相辅相成。我觉得他是先写了结论，然后才去推导这个过程，所以他会乱讲一通。那我们为什么会觉得集权应该很多？心理层面来说，人类很爱自我安慰，我们是民主社会，所以要不断的说服自己，自由很珍贵，于是自然把集权包装成必败，这样民主才会有优越感。这个结论还可以。有历史课本说，集权的苏联垮了，纳粹战败了，集权等于短命的象征。综合以上的原因，我们觉得集权必落，不是因为它真的弱，而是因为我们被文化、教育、心理暗示洗脑，更像是思想框架，而不是真实世界的规律。结论部分正确，过程荒谬离奇，论证毫无历史根据，然后推导想当然尔。可是他想创造一个反差感，所以简单来说，倒果为因。